Hello， 各位朋友，欢迎回到台湾家庭在德国。今天这集又是我们的古堡皇宫系列。我们来到一个在133年前德意志帝国时代所建造的普鲁士的皇家城堡里面喝下午茶。这座城堡是维多利亚皇后为了纪念她死去的夫君腓特烈三世所建造的。待会我会简单聊一聊这对皇室夫妇的爱情故事，还有跟这座城堡有关的小故事。今年的3月7号到3月18号是汉堡的春假，老公和我们家姐姐想去瑞士滑雪，打包全家出远门的行李真是一个蛮浩大的工程。哇，我们阵仗很大，1、2、3、4、5。正好遇到3月8号到12号的德国羽球公开赛。小戴这次也有来比赛，所以我们带了7天的行李，希望最后一天回来的时候可以去现场帮他加油。出发了，我们自己要从汉堡开车到瑞士，路途遥远，所以中间要有好几个地方的休息。一切就绪要出发也差不多是早上10点了。中午时间因为小孩子肚子饿了，我们就到高速公路旁边的休息站买点东西吃，顺便把车子加满油。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油价暴涨，老公说他来德国30几年还没有见过油价像现在这么贵的。大概是下午4点左右，我们又来到这个位于法兰克福附近的皇家城堡，吃个下午茶休息一下。这座城堡是从英国嫁过来的维多利亚皇后为了纪念她已经去世的丈夫腓特烈三世皇帝所建造的。这位皇后就是英国大名鼎鼎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女儿，跟她妈妈一样都叫做维多利亚。在一个靠近法兰克福的城堡改建的饭店，当时的维多利亚皇后是以皇太后的身份，让这座宫殿按照英式豪宅的结构原则来建造，采用了新哥德式都铎风格 Neugotischen Tudor-Stil。 它的外围是一个非常大的花园，如今也变成了18栋的高尔夫球场。城堡经过翻新之后，也在1954年成为5星级的饭店，现在是世界小型豪华 hotel 之一。我把饭店的官网放在说明栏，大家可以从官网看得到它一年到头举办非常多的活动，包括品酒会、英式下午茶、在花园中的野餐。6到9月份会固定举办沙龙音乐会。饭店总共有61个风格不同的房间，每晚的价位从225欧元到1590欧元不等。我们都知道，欧洲自古以来各国皇室之间的通婚非常的普遍，整个欧洲的皇室成员几乎都是亲戚。统治者们都相信借由与他国的王子公主结婚可以稳定两国之间的政局。凑巧的是，维多利亚公主跟她的母亲维多利亚女王的命运非常的相似，都是在17、18岁的时候就嫁给了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又有才华的德国王子。虽然公主没有女王那么命好，不过也是嫁给自己所爱的人。维多利亚女王生了9个孩子，维多利亚皇后生了8个孩子，其中有2位小王子分别在1岁和11岁的时候夭折。这一对王子与公主的缘分在他们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开始了。维多利亚公主和腓特烈威廉王子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851年伦敦第一次举行世界博览会的时候，当时的维多利亚公主才11岁，普鲁士的威廉王子也才19岁。因为双方父母本来就是朋友，所以维多利亚女王就邀请了普鲁士的王室来参加伦敦的世界博览会。年轻的公主被赋予了引导王子参观展览的任务，因为她在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德语，而且因为她的爸爸是德国人，所以11岁的公主可以用非常流利的德语回答了王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让王子对于这一位英国公主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特别是当时普鲁士威廉王子的英语是有一点 KK，
王子在英国待的4周期间，很羡慕公主的父母很恩爱，而且对于小孩子的教育方式，让他们远离宫廷的拘谨生活，培养他们自由主义的个性和思想。在他回到德国之后，就与维多利亚公主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信。4年之后，普鲁士的威廉王子再次到英国拜访女王，希望维多利亚女王能够同意他跟维多利亚公主的婚事。这个时候，公主才15岁。然而，王子和公主的订婚消息一直到了隔年的5月才公布，而且遭到了英国的大众还有普鲁士宫廷的反对。英国公众嫌弃普鲁士王朝太过贫穷，普鲁士宫廷的幕僚则认为和俄罗斯沙皇的女儿联姻才是政治上更有利的选择。先打个岔，因为外面大厅的位子已经满了，所以我们被安排到这个饭店的酒吧来享用我们的下午茶。同时我也去问了饭店柜台有没有4个人的房间，他说今天只剩下300多欧元一个晚上的房间。因为我们明天一大早又要继续往瑞士赶路，所以我们就没有在这边过夜。姐姐点的是一壶台湾的冻顶乌龙茶。好酷哦！真的很酷。在德国的皇宫用德国的瓷器和茶具喝着台湾的高山茶，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茶喝起来依然是我们很熟悉的味道。这个茶6.5块，然后有好几个台湾的耶，特级乌龙、冻顶乌龙。其实台湾的高山茶还蛮常出现在德国的5星级饭店的下午茶选单里面。我们上次在汉堡的4季饭店喝下午茶的时候，也有看到台湾的高山茶，也有2、3种的选项哦。都是有巧克力哦。我的是巧克力蛋糕。然而，维多利亚公主嫁来普鲁士之后，也面临到非常多的挑战。有人说她是德国最尴尬的百日皇后，当上皇后的日子只有99天。这是 banana， 然后爸爸这个是有莱姆酒的。因为维多利亚皇后的夫君，也就是威廉王子，在当了27年的储君之后，终于在1888年3月9号即位为德皇腓特烈3世。然而他在6月15号就因为喉癌过世了。等了27年，只在位99天，所以腓特烈3世也有百日皇帝的称号。他过世之后，儿子立刻继位，就是威廉2世。这位就是德意志帝国的末代皇帝，也就是大家所知的发动第1次世界大战的德皇威廉2世。他的母亲，也就是当时的维多利亚皇太后，是在他的父亲死后的隔1年才开始委托建筑师建造这座宫殿，花了5年的时间，到1894年才正式完工，命名为 Friedrichshof， 来纪念已经过世的丈夫，也就是腓特烈3世皇帝。他在往后的日子都是住在这里，平常的日常生活就是早上骑马，在图书馆阅读，还有处理信件。他非常喜欢给他的母亲写信，他和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件都被完整的保存下来。维多利亚女王写给他的信有3777封，女儿写给母亲的信约4000封。这些信件也让后来的人可以了解到19世纪末普鲁士宫廷的生活方式。维多利亚皇后自己很喜欢绘画，她常常与画家交换意见，本身也有很多的艺术品收藏。在城堡当中依然保留着皇后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在城堡完工之后，皇太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可惜她也只住了8年。她在1901年的时候就因为乳腺癌在这座城堡里面过世了。非常巧合的是，这对皇室夫妇都跟他们自己的父母亲在同一年过世。百日皇帝腓特烈3世和他的爸爸同样都是在1888年过世。维多利亚皇后和她的母亲维多利亚女王也都是在1901年过世。维多利亚女王是以81岁的高龄驾崩的，女王的在位统治时间将近64年。
是近代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然而，他的大女儿维多利亚公主去世的时候只有61岁。这位英国公主在普鲁士致力于艺术和教育，成立了维多利亚女子学校，这是普鲁士第一次让女学生上体育课的学校。创办了维多利亚护理之家，护士们在这里按照英国的模式接受培训。皇太后在丈夫去世之后要搬来这座城堡，也是因为她长期以来就跟大儿子威廉二世严重的不和。威廉二世继位的时候才29岁，生性好大喜功，崇尚军国主义，放弃了他的爸爸还有宰相俾斯麦的大陆政策，转而采取海洋政策，要向海外扩张。听说他小时候某一次生日得到一艘军舰模型作为生日礼物，从此以后他就迷上了军舰。继位之后，在短时间内建造了非常多强大的军舰，让他的舅舅当时的英国国王非常的忌惮。当时的德国宰相俾斯麦自从德意志统一之后，就认为应该要休养生息，培养国力，所以他极度不主张对外发动战争，和威廉二世的想法一直都有巨大的分歧。然而年少气盛的皇帝还是一意孤行。73岁的宰相感到心灰意冷，于是提出了辞呈，结束了他30年的执政。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厕所。妈妈，这里是哪 hotel？ 这边就是一个 hotel 啊。要离开之前，免不了都要带小孩来上个厕所。好顺哦。需要锁门吗？你锁啊，锁。好。洗手的，然后还有乳液。哦，这个好特别哦。以前我在英国住的学生宿舍，它的冷热水的水龙头是分开的，大部分我都只能洗冷水，所以这个已经很好了。房子都是冷热水分开，就有点麻烦。在英国也是这样子。1945年的时候，这座宫殿被美军没收。最初作为部队的宿舍，后来成为美军的军官俱乐部。皇室的后代把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传家皇冠珠宝埋在城堡的地窖中，后来就被美军俱乐部的经理以及她未来的丈夫一位美国上校一起偷走了，并把珠宝拆解送到瑞士变卖。皇家的后代经过漫长而艰难的审判，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法院不准黑森亲王要求归还珠宝，因为他没办法在美国作为敌人的外国人受审。最后，皇室的后代只收回了非常少的珠宝，90%都已经丢失了。小偷被判处了15年的监禁。这一对耳环130。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边被美军占领。曾经担任盟军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大将军就暂时住在这间城堡。老一辈的台湾人应该都对艾森豪总统蛮有印象的吧？因为他在1953到1961年间任美国第34任总统的时候，是唯一一个在任期内访问过中华民国的美国总统，并且延续了杜鲁门总统的政策，继续承认中华民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与我们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在1958年的时候，驻台美军曾经达到2万人这么多。好，灯打开了，是我们刚刚吃的，40块，所以总共付了45。哇，它上面这个 stuck 好多层哦，然后这边还有木头的，这整个墙面是木头的，然后上面还有间接照明。那我们现在要对。如果你也向往古代油画中美轮美奂的欧式婚礼，这座皇宫改建的饭店绝对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因为他们有提供婚礼的服务，而且他们有很丰富的举办婚礼的经验。多年前我跟老公还是男女朋友的时候，我们曾经看中了海德堡附近的一个古堡，
希望可以在那边举办婚礼，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如果你要结婚，或许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参考哦。你看他们的 house wine 就是我们家常常订的这个 Prince from Hessen。休息过后，我们要继续上路喽。下次再来品酒。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城堡下午茶之旅。记得帮我按个赞再走吧。拜访德国或是欧洲的城堡是我毕生的兴趣，之后一定还会有很多城堡的影片。今天非常谢谢你的观看，那我们下次见，拜拜。